伊朗刚刚在深夜遭遇了突然空袭，重要的军工城市一片火光冲天。可能指向的幕后推手究竟是谁？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正当俄乌冲突持续激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远在中东的伊朗那边又突然传来了战火喧嚣的爆炸。根据伊朗方面传出的消息，伊朗的军工重镇伊斯法罕纳市一家专为伊朗武装力量生产弹药的军工厂，以及阿兹尔沙赫市一家燃油料生产厂，在深夜时间临近0点10分，相继遭到了自毁式无人机的空袭。满载炸药的无人机猛烈撞击了军工厂和燃料厂，导致这两座本就属于危险易燃易爆的生产设施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在深夜的夜色衬托下，显得格外显眼，火光冲天。事件发生后，伊朗国防部很快出面发表声明，确认了这两起连续爆炸并非安全事故导致，而是外部袭击使用无人机所为。从伊朗国防部发布的通告来看，伊朗军队在遇袭的第一时间确实也做出了反应，设在这两处要地外围的防空单位及时开火，确实也击落了来袭的无人机。但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却凭借惯性，依旧砸到了工厂的屋顶之上。加上部分未被拦截的无人机突防成功，命中目标，从而引发了大火与爆炸。事故本身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按照伊朗官方发布消息来看，两处遇袭工厂的生产能力并未受到严重打击，依旧可继续维持生产。且因为袭击时间是在深夜，厂内除值班和安保人员外，多数工作人员都已下班回家，所以袭击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本次遇袭的伊斯法罕纳可不是什么普通城市，该座城市是伊朗最重要的军工重镇之一，并且还建设有重要的核产业基地，坐落有离心机设施以及铀浓缩提炼设施，是伊朗近些年来谋求核武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这些核设施遭遇外部打击被毁，那对伊朗的核发展造成的影响显然是不可估量的。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谁在俄乌战事鏖战正酣的时候，还有心思再去本就是非多的中东之地再点一把火，不惜冒着第3次世界大战可能开打的风险，大搞对主权国家军工重镇的打击呢？目前来看，不管袭击的直接发起者是谁，但整件事情的幕后推手却是已经有了几个大致的猜想。首先是美国。众所周知，美国近几年来和伊朗的关系一直谈不上好，不是维持冰点，就是在冲向更冰点的路上。特朗普时期大搞对伊朗的暗杀行动，用无人机斩首打击的蛮横粗暴方式，加害了伊朗武装力量现役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一度引得美伊两国剑拔弩张，差点开战。而拜登上台之后，照样没比特朗普好到哪儿去，各种对伊朗制裁封锁不但继续进行，还大有继续加码的态势。加之在俄乌冲突当中，美国一直单方面指责伊朗为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持，输送各种援助，因此在屡次三番威胁无果的情况下，要说美国幕后推动了此次对伊朗的越境打击，那也是不让人意外的。毕竟在非战时状态下，斩首打击一个主权国家的现役高级将领，这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儿是他美国人不敢对伊朗干的呢？再者，除开美国之外，伊朗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也被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幕后推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最大的矛盾点就在于伊朗谋求发展核武器，这让历史上屡次与伊朗有过冲突的以色列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并在过去多次执行暗杀伊朗核物理学家、盗窃伊朗核工程资料和图纸、越境对伊朗相关设施发起空袭打击等各种破坏行动。比起派遣有人战斗机大举空袭，动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对以色列而言显然是小动静。不论是动机还是现实可能上来说，以色列都具备实施的条件和理由。此外，阿塞拜疆也被认为是袭击可能的发起者，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俄乌冲突爆发，俄军撤走了派驻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接触线上的维和部队主力后，自持军事优势在手的阿塞拜疆
欲趁机对亚美尼亚发起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不曾想却遭到了伊朗展示武力的警告阻拦，称伊朗武装力量将会暂替俄军执行维和任务。阿塞拜疆的军事力量对比亚美尼亚还算有优势，但比起伊朗来说，那就真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无法跟伊朗掰掰腕子的阿塞拜疆，这下只得作罢，暂时放弃了对亚美尼亚发起更进一步军事行动，以此来实现政治目的的想法。但显而易见的是，被坏了好事的阿塞拜疆完全有理由因此记恨上伊朗，说当个幕后推手，找中东地区多如牛毛的各路武装势力，发起一场代理人袭击，那也可以说是问题不大，既有这个理由，也有这个实力。总的来说，中东这片地界上本就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形势复杂，有理由也有能力当幕后推手来袭击伊朗的国家与势力是不少，甚至不止上面提到的美、以、阿三国，各种可能性分析相当的多。但至于究竟是谁，在全球安全局势本就如此不妙的时候，还要冒着3战的风险，在中东这个火药桶里再点一把火，目前来看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拭目以待，看看真相到底如何。